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7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799.54， 收盘价是 776.58， 盘中最高是在 801.93， 最低是到达了 768.79。 那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负值是达到了3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在其他各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227.36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4 倍，成交量基本持平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进入到下行的走势。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继续维持短期多头的趋势。但是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趋于水平，那这样的信息也说明股价是在回档中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26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实体中红 K 线，是一个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2.5% 到 4.5% 之间，那没有上下影线，即使有呢也是很短。那它的位置是在股价多头趋势上涨的回档中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个实体中红 K 线这表示回档尚未结束，还会继续下跌。那无论下方是有量还是无量呢，都不能认为股价跌深而去买进。对，那必须要等到止跌信号的出现。那然后股价出现止跌信号之后，过了前一个交易日的最高，例如这个801，然后呢才可以确认止跌成功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。我们会看到3个连续下跌的红 K， 这个组合叫做3连红。那它的特征是连续出现头头低底底低的红 K 线。那这样的 K 线组合说明空方的力量聚集，对，说明后续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。那出现连3红后，如果再有上涨，说不能超过前高，这个前高我们指的是842，那股价呢很可能会在前高的下方做头，然后呢会出现下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。那另一个 K 线组合呢，我们把这个连续下跌的3个红 K 合并之后，然后呢将形成一个长红的下跌 K 线。那这样的 K 线组合就是左边是长绿，右边是长红，那组合在一起呢叫做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。那右面的这个长红实体的收盘价跌破了左侧长绿 K 线实体的 50% 成本线后，那这样的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如果是出现在相对高档的位置，那它是转折向下的讯号。那后续股价如果继续向下，说跌破了左面长绿 K 线的最低，那将容易出现一波下跌。那当然如果说日后的股价能够站上
左侧长绿或能够站上左侧长绿 K 线最高，或者说是这个长红 K 线的最高，那将会出现一波上涨。好，以上是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。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预测的2个可能。那前一期视频我们预测在7月26日可能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会收在798这个位置。另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会收在819。那实际在7月26日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是收了一个实体中红 K 线，收盘在776，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深度的回档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左边长绿 K 线的实体部分的50%成本线。那之前我们也说过，说如果跌破了这条线呢，股价将会继续向下去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也都说明后续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在7月27日如果出现下行，它的目标一定是回补下方的缺口。那下方呢，在这个缺口的上沿764，缺口的中间值758和缺口的下沿751，这3个点位呢，将是股价下行的一个3个强支撑。那股价遇任何强支撑都有可能会出现止跌反弹。但是如果股价说没有被这个3个支撑支撑住，而是跌破了751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，那么后续它的目标，或者在盘中它的目标也将是2号趋势线，也就是跌破2号趋势线。那在到达2号趋势线之前的一个强支撑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，是在731附近。那我们回顾一下刚才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，说后续如果股价跌破了左边这个长绿 K 线的最低将容易出现一波下行所以呢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在751这个地方加一个水平线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加在这个长绿 K 线的下沿呢？因为在7月21日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出现的长绿，因此这个缺口的下沿也相当于这个长绿 K 线的最低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定在751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后续股价在7月27日如果跌破了751呢，那将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跌。好，这是下跌。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止跌反弹。说股价如果在下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支撑，都可能出现反弹。一旦股价出现反弹，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这个3连红第一个红 K 的最高，也就是842。那站上842，说明这次回档成功，股价会继续上行。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，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790是这个水平线和802在这个位置将是这2个位置将是重压力。那802是3连红 K 线最后一个红 K 下跌红 K 的最高。那
802和790这两个点啊，都将是空头做空的进场点。也就是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遇到790和802这两个位置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多方的买盘跟进啊，把股价推向更高，例如比如说推向超过842，那么买盘不能进一步将股价推高，那很容易在这两个地方做头。对，那如果在这两个地方做头呢，将建立头，我们会看到头低的下行趋势，也就是空头趋势将会被建立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啊，在下方的这个成交量，在近2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成交量是非常小的。那成交量小呢，这主要是散户的交易量。那股价一旦发生反弹，如果没有买盘的跟进呢，一定会有更多的散户会逢高卖出。对，这样一来，股价有可能就不会被叫做进一步推高。那再加上在这两个点的位置啊，都有可能会有空方的力量进入。那所以790和802是很容易做头的。所以对于股价的反弹呢，我们关注790和802。那对于上行呢，我们说只有在股价后续站上842之后，我们再讨论。好，我们再调整一下目前的这个辅助线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，加在802这个地方，或者叫对802。然后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这个842将成为是一个压力位，对，751将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那么我们总结一下，上方我们说站上842才会确认这个回档成功，会出现一波上涨。那下方呢，如果跌破了751这个水平线，会有一波下跌。那否则呢，股价会在上方842和下方751之间进行横盘，然后寻找方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2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我们说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790，是这个水平线，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789到797之间，然后上方就是这个801。因此啊，我们把第一个压力位这个定义为一个压力区间，就是从789到802。这是上方的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第二个压力位呢，我们定在822，也就是7月25日这个 K 线的最高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当日新生成的120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833附近。然后再上方的一个压力就是842。从压力位我们可以看出，在我们画的这两条水平线之间这是一个重压力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支撑一定是前一日 K 线最低是768，然后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758到762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对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缺口涵盖了这个10日均线值，所以第二个支撑我们还是以这个缺口为定义，就是751到764。对，然后第三个支撑我们认为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730到732之间。然后第四个支撑就是当日 K 线和2号趋势线的交点是在714。好，
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7月27日股价的预测。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止跌。那如果股价出现止跌呢，它有可能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下方到758，也就是说会回补下方这个缺口的一半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790这个位置。收盘会收在772附近。对，也就是在第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在7月27日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跌，也就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呢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776，最低会回踩到20日均线值到730，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736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出现一个长红的下跌 K 线。好。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7月27日走势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